在日本的推动下，氢能大战正式拉开序幕。韩国重点布局氢燃料汽车，目标是将韩国打造成氢能经济最出色的国家。美国在氢能联盟的推动下，力求巩固统治地位。欧盟的野心也很大，接连颁布3个文件，规划了长达30年的3步走战略，为此直接砸下了4500亿欧元。连俄罗斯、沙特这些石油大国都不甘寂寞，立志成为氢能最大的输出国。氢能到底有何秘密？为何日本设下了专利大网，各国还要自投罗网呢？日本的电能落后中国，然后孤注一掷压住氢能，并且在奥运村打造氢能社会示范区，野心勃勃地想借助奥运会推广氢能，希望颠覆世界能源体系。很多人都说日本是痴心妄想，主要是因为日本氢能的野心确实太大了。日本不仅占有大量的氢能专利，还希望将氢能国际化。在日本的规划里，2021年东京奥运会是一场氢能秀，2025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将是日本氢能的成果检验大会，到2030年实现氢能商业化，并在未来成为世界氢能的领导者。正因为有如此宏大的规划，所以我在上次科普日本奥运会对氢能寄予厚望后，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轻蔑的态度。有的说日本氢能技术不可能实现，它就是个骗局，是用来骗投资的。也有的说日本早就放弃了氢能，日本奥运会根本不可能推广氢能。还有的说中国和美国根本不想参与日本的氢能设想，那么日本就注定无法成功。老实说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我看到了太多人说中国和美国不和日本玩，别再吹嘘氢能了。其实这种观念早就过时了。事实上日本压住的氢能不仅中美正在大力参与，而且它也正在成为世界能源的主战场，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巅峰能源的主流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看中美各国是如何布局氢能的就知道了。2019年，中国将氢能写入政府报告，随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氢能的报告和规划，将氢能列为国家能源战略之一。这一年，不止中国，连韩国、美国、欧盟等国的氢能战略也都更加激进了。2019年1月份，韩国政府发布了氢能经济发展路线图，其中重点布局以氢燃料电池和氢燃料电池汽车为核心的氢能，目标是将韩国打造成世界最高水平的氢能经济领先国家。2019年11月，美国氢能企业联盟发布了美国氢能经济路线图，呼吁美国应该加大氢能投入，保持美国在氢能的统治地位。次年，这个路线图就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。美国能源部发布了长达30年的氢能规划——氢能项目计划2020，将氢能定义为推动美国能源变革中的一环。同样是在2019年的12月，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绿色协定，将氢能列入欧洲未来能源计划中的一环。2020年7月，欧盟就发布了欧洲氢能战略，氢能发展规划了长达30年的3步走具体战略，预计氢能投资将达到4500亿欧元。到今年的6月，欧盟再度推出氢能法案，在法律层面为氢能开辟道路。欧盟对氢能势在必得。如果说以上几个国家还亏怀鬼胎，那么以下几个国家你绝对想不到。以石油资源为主要出口国的俄罗斯和沙特也都在布局氢能。俄罗斯发布了2024年前氢能发展行动计划，将氢能发展列为未来发展目标以及外汇新支点。而沙特阿拉伯更是雄心勃勃，计划要成为世界最大的氢燃料供应国。如果扩大到全球，你会发现竞争更加激烈。世界 GDP 排名前20的国家里面，不是在发展氢能，就是在制定氢能战略的路上。其他还没有研发的国家，只有一个原因：不具备实力。也就是说，一场涉及世界主流国家并且旷日持久的氢能大战正式拉开序幕了。看到这边，不知道有没有颠覆你的观点？应该不会有人再说中美不跟着日本玩了吧？我在视频里就说过，小本子的野心一向很大，他就是在抢占先机。如果你轻视他，那么将来吃亏的可能就是你自己。这句话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，其实我也不喜欢。但是我们的伟人曾说过，在战略上可以轻视对手，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对手。本着这个原因，我更加希望通过我的科普，让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人。当然还有人会说，不是看见网上说日本不都已经放弃氢燃料汽车了吗？怎么现在的说法就不一样了呢？这种被误导的人太多了，解释都解释不过来。有些自媒体博眼球，有些抄概念的也在博眼球，将这件事完全扭曲了。我特意去查过这个观点的出处，其实来自于本田的一则说明，以后将停止生产氢燃料电池。注意，是本田暂停生产氢燃料电池，不是日本。而且1-2家企业根本代表不了整个国家，就像是金立停产，难不成就可以说中国手机不行了吗？这是有本质的区别。最关键的是，本田是因为成本的原因停止生产，并不代表它就放弃了氢能汽车，实际上它还是在和德国一起研发氢能。老实说，这就是我更喜欢自己做科普的原因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，导致大家被误解。日本氢燃料汽车的龙头是丰田，专利技术也是丰田支撑起来的，而不是本田，所以不能用本田来衡量整个日本。
好不容易支撑到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布局氢能了，日本还会傻乎乎的自己放弃吗？当然不会，所以他们才将奥运会视作推广氢能的重要一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氢能到底有什么优势？为啥其他国家还这么看好氢能？不是说中美不和日本玩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才突然要和日本竞争了呢？日本氢能专利这么多，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发展氢能还来得及吗？今天我们就把这些事情讲清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，为啥各国都看好氢能？主要有一个前提和3个因素。前提非常简单，就是中国有意推动传统能源向无污染能源转变。欧盟为什么最积极推动无碳社会？这里面的博弈故事非常精彩。欧盟一箭双雕，想要阴中国和美国，中国将计就计，将大漂亮推入火坑。各位懂得的可以在评论区聊聊，不懂的我下次再给大家完整做出来。想看的话可以点旁边的小按钮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多的话我加紧弄出来。总的来说，中国率先承诺将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，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，无疑加速了整个世界的脱碳化。那么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必须在脱碳这个大计划里开始往前狂奔，这就给氢能大发展拓宽了前进道路。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脱碳社会就一定是需要氢能的？其实并不是说一定啊，而是氢能具有别的能源不可取代的优势。这就要说到3个因素了。第一个是氢能资源更加丰富，而且不受地理环境影响。与其他清洁能源相比较，氢能虽然在技术上难度更高，但是在效率上特别高，而且稳定。比如光伏，它的地理条件非常苛刻，不仅要受到区域影响，还受到季节、天气，甚至是日出日落等因素的影响。而且这个东西特别占地方，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整排过去，非常壮观。印度有个超大型的光伏发电站，叫做巴德拉太阳能公园，它的面积有5665万平方米，是故宫的78倍之多。其实不只是印度，世界前10的光伏发电站，最小的都有1400万平方米。这么严格的地理条件，这么大的占地面积，有些国土面积小的工业国家，压根儿就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发展光伏。至于水电、风能的能源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日韩等国家不选择电能，而是选择氢能，就可以理解了。至于其他大国选择氢能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它稳定，上限更高。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啊，还是以光伏为例，一般我国的光伏设备都是在中西部，甚至是更偏远的西北部地区，因为这里的光源更强，日照时间更长。但问题是，这里距离东部非常遥远，即使用特高压运输，也会造成电能损耗的情况。而且在光伏发电中，白天比晚上，晴天比雨天，夏季比冬季吸收的能量要更强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仅远，而且是间歇性的，非常不稳定。不稳定加距离远，就意味着浪费。这道理也很简单，你送电过程总会有发热损耗吧？你一会儿发电一会儿不发电，总会让人不好受的是吧？工厂开得好好的，突然停电，或者自己正在做饭时突然停电，你不骂人才怪。后来有了特高压储能设备才稳定了一点，但是浪费的现象还是有，而且越是偏远的地方，浪费越严重。比如中国西藏，每年的弃关率达到了25%，也就是说你每生产1万度电，同时浪费了2500度电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水电、风能等清洁能源身上。除此之外，清洁能源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清洁，它还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。应用电能的锂电池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排碳。总结一句话就是，清洁能源很好，但是受到地理影响，它的上限并不高。在能源转型中，注定无法完全取代化石燃料的。我们还是以中国为例，中国的电网清洁能源发展的程度是最好的吧？但是中国清洁能源的占比却非常低。2020年，中国光伏、风能、水电加上核电，整个清洁能源占比也仅为中国能源产量的18%，还有76.5%的能源仍以化石为主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即使到了2030年，中国化石燃料的占比还是有68%，还达不到碳中和的要求。相比之下，氢能是2次能源，自然界储量多，不受地理限制，终端差不多是零碳排放，用途多种多样。它和核聚变被称为2大终极能源。相比清洁能源而言，它的技术门槛比较高，但是它的上限也比较高啊，这就给了它发展空间，甚至是改变能源结构的重要一环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说了，氢能的技术问题很大，制备、运输、储存成本都还没解决，凭啥就能改变能源结构？其实你还别说啊，你要是问题都解决了，其他国家还不跟着玩了？就是因为你问题没解决，才有了群雄逐鹿的场景。技术没解决，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抢占先发优势。而这些技术并不是和可控核聚变那样困难，它解决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很多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电解水制氢是氢气制备的方法之一。这个方法是将水在经过催化剂和电的作用下分离出氢气，它不产生任何有害物质，一度被认为是最清洁的制备方法。很多厂家都在忽悠人去投资制氢厂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它并不环保。虽然制氢过程没有污染，但它用的电能可能是火电站生产的电，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魔幻的情形：
用有污染的化石燃料发出来的电来生产氢气，再用氢气去发电，这不就是脱裤子放尾气，多此一举吗？按道理来说，这种方法不应该被推广。不过在以前确实是这样，但现在可不一样了，因为只要变通一下就可以了。在清洁能源丰富的地方制氢，这样全过程就没有产生污染了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比如上面说的气管严重的西藏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。中国工程院院士伊宝莲就提出，在大西北制氢，然后通过管道将氢气运输到全国各地的设想。当然，以上制氢方法也不一定说就是最好的，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说明技术在进步，只要市场规模起来了，制氢的技术就不会是问题。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，为什么大部分国家都在2019年布局制氢，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呢？其实就是第二个因素，时机到了。氢能的技术已经慢慢成熟，而且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，此刻再不下手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，适当的技术难度反而会激发各国争夺技术专利的欲望，谁先解决技术难题，谁就占得先机，谁占得先机，谁就能抢占未来产业链的制高点。大家都想用自己的脚去踢开氢能的大门，这就叫抢占先发优势。你说面对这样的时机，哪个国家会白白放过氢能？现在大家理解为什么各国要布局氢能，而且都集中在2019年左右了吧？除了氢能本身的优势外，各个国家布局氢能还有第三个因素，有利可图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句话很粗鄙，但是也很哲学。任何事都离不开利益链，在氢能上也是如此，它能符合大部分国家的现有利益。以前为什么美国会退出巴黎协议？因为他自己有页岩油，还将美元与石油捆绑，他是石油利益链的最大受益者，所以一开始参与脱碳计划，美国国内的石油资本肯定不同意。以董王为代表的石油集团的利益不想参与这个计划，根本不奇怪。后来又为什么积极参加呢？因为中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韩国都在搞清洁能源，他再不搞就失去了竞争力了，没辙了，只能跟着参加。那俄罗斯和沙特都是石油出口国，为什么也要响应清洁能源呢？当然也是利益链在作祟，他们不做，短时间内或许可以支撑，但是等到大家都摆脱了石油体系，他们就要被孤立了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而选择氢能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我们上面说了，可以通过化石燃料发电来使用电解法制氢，对吧？俄罗斯和沙特都有石油，它可以为制氢提供便利。我虽然不能卖石油了，但是我将石油开采出来变成氢气，它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样化石燃料不就是变相出口了吗？除了石油，俄罗斯和沙特的煤和天然气也能派上用场。他们在一定条件下，只要满足这两个公式，就可以将煤和天然气用来制备氢气了。所以对于俄罗斯和沙特来说，虽然不能直接收益，但是变相收益总比啥都没有的好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各个国家其实都在博弈中达到了一种利益的平衡。除了国际间的博弈，其实各个国家内部的派系也在博弈。旧工业体系想极力维持利益不变，新能源体系不断发起冲击，两者分裂严重，很难取得平衡。其实大家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能想得通，要是美国石油资本不同意，美国能这么快推动清洁能源计划？根本不可能。但是如果要发展氢能，那就有可能了。原来的加油站可以转化为加氢站，原来的石油管道、天然气管道可以改建用来运输氢气，这就相当于投入了一笔钱，重新换回自己统治的能源时代。你说这些利益是不是就平衡了？还有啊，别以为只有美国国内有，中国也同样如此。为什么中国发展电能，中国石化、中国石油往往声音最小？因为确实没他们太多事情啊，不管是发电还是输电，或者是最后的终端应用，都与他们关系不大。但是发展氢能就不一样了，两石在制氢环节里有着丰富的制氢经验，在运输环节中有全国密集的管道输送，在加氢站上，全国加油站点都可以派上用场。2020年7月，在中国石化举行的氢能发展战略研讨会上，就积极邀请了8位院士参加，出谋划策，准备在氢能上大干一场。如果再放大到整个工业体系，氢气也更加符合现有的工业体系。也就是这些因素导致氢能逐渐成为未来的选择之一。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日本的氢能专利这么多，别的国家还有机会吗？日本在专利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，专利申请量占到全球总申请量的33%，第二名是中国，然后依次是美国、韩国、德国等等，差距较为明显。而且日本的专利多为价值度较高的发明专利，看似日本已经一枝独秀，其他人已经没有了反超的机会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原因有几个：第一，氢能的赛道还很长，目前只是刚刚起步而已。我们以制氢技术作为例子，制氢有4种方法，这些不同的方法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，然后根据制氢的污染程度，还依次分为灰氢、蓝氢、绿氢3种，其中绿氢最为清洁。路线不同，制备的难度会不同，制氢的成本也不同。日本目前氢气来源主要是灰氢以及部分蓝氢，
2016年，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签署了2030年愿景项目，两者在能源方面确立合作关系，就是以矿物燃料制氢为主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氢能的成本还是远高于化石燃料，不具备推广。在未来，还有蓝氢以及绿氢的赛道尚未开发，不同赛道等待各国的竞争。这种竞争至少会历时30年。以前大家都不注重氢能，所以日本跑得比较快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将这种战略一直规划到2050年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氢能的赛道非常漫长。除了不同赛道，即便是相同的赛道，日本的先发优势也不是说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。在历史上，日本不止一次体会到从领先到落后的经历，比如曾经的液晶面板，日本独领风骚，松下、索尼、东芝、夏普等日企专利技术比其他国家加起来的还要多。日企在美国的专利技术占有90%以上的知识产权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。但是日本市场实在太小了，成本居高不下，技术迭代跟不上，面对中国和韩国无力招架，很快就被两者取代。21世纪后，日本在液晶领域开始衰退，松下等企业推出的液晶屏幕以及更高级别的显示屏幕也是垂死挣扎，彻底失去竞争力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储存芯片、手机、家电、光伏等等，日本总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这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一个是面对大国的规模化市场无力竞争，还有一个就是国内人才有限，无法覆盖整个产业链，只能不断退缩。套用在科技上就是市场太大，日本把握不住，只能先忍一下。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，日本的自私。我们常说大国重战略轻战术，小国短战略长战术。日本在这方面往往更注重战术而不是战略。这么说比较抽象，我们举2个例子吧。第一，上面说的液晶面板，为啥日本很快就落后了呢？因为大部分专利都被它占了，其他国家还吃啥？所以就想办法绕开专利，发展下一代技术。一家独大，不懂得谦让是需要实力的。显然日本没有这种实力。第二，日本总是用专利卡住别人脖子，却不注重长远的发展。比如稀土，日本曾经在稀土方面对中国布下了密集的专利大网，导致中国稀土企业国际化步履维艰。但也是这样，反而让中国更加努力突破技术封锁，实现稀土的全产业链腾飞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本总是拿好牌打得稀烂的原因。在这方面，中国、欧美都各有优势，因为大国的技术储备、市场、人才底蕴都可以轻松拿捏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所以在一个长赛道里，日本一时领先根本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还有竞争的空间，其他国家就可以借助市场优势拿到属于自己的份额。瓜分之后，日本依旧会处于挣扎的阶段。最后说一句，其实日本的奥运会计划从开幕式就差不多可以看出结果了，不过我们也不用过分打击，免得被说自大。至于什么结果，就和氢能一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